迎香葉片在太陽的折射下閃閃發光。新北市坪林區是全台聞名的茶鄉，得天獨厚的山林環境，加上雲霧和日夜溫差滋養，孕育出坪林茶獨有的清香。我們的坪林區的特產那個香芋紅茶，然後做起來還有一點蜜味，然後香氣特別十足這樣。那一心二葉，然後最主要是採一心二葉那種紅茶嘛，然後是採越小越好啦，然後它的滋味比較濃厚這樣。採收才剛開始，老天爺就突然變臉，下起雨來。但對青農王勝祥來說，這就是茶農日常。做茶葉其實大家都一樣，就是天氣，靠天吃飯。最難就是茶那個天氣气候問題啊。你採收的時候，譬如說你好天氣採收跟下雨天採收的話，就是當然是做起來風味不一樣。但是好天氣採收起來風味比較好。因為雨天採下的茶菁含水量偏高，會影響後續萎凋發酵工作。尤其茶菁從進到室內開始，每個環節都考驗製茶師的技術。現在就是我們的室內萎凋，然後我們是曬青完之後，然後我們要攪拌它，每2個小時大概攪拌一次。是我們要做萎凋過程，最主要是要讓我们茶葉好喝，要順嘛。因為這樣子，你看這樣沒有味道，直接下去製作的話，你覺得它會有什麼味道？就是它會比較清啊，有點像會比較清啊，或是比較苦澀這樣子。然後萎凋過後呢，它水會比較容易的順，喝得順，然後口感又很好這樣子。所以走水是蠻重要的步驟這樣子。走水顧名思義就是讓茶菁裡的水分慢慢散出，不只得靠坪林手不斷翻動，還要靠機器加速搖晃茶菁。浪青我們浪到這個程度，就是感覺上就是它會 QQ 的這樣，然後茶葉會比原本的還要重這樣子。要浪青的時候，其實茶葉它走水的程度已經很好，然後它會就是有點像要乾掉這樣子的感覺。然後浪青的話，就是讓它水分骨水走到葉面這樣子。浪菁完後，接着預熱炒鍋到300度。這一步要靠高溫破壞茶葉中的酵素活性，也要激發出茶葉最深處的香氣。這樣應該是現在慢慢有聞到味道這樣子。王勝祥不斷用鼻子確認，因為火候、時間、香氣的瞬息差異，都會影響最後茶湯風味。每個細節其實都很重要，其實不外乎嘛，茶就是要香，然後要水，要順，要甜，每個步驟其實都跟這個跟香氣啊，還有水啊，然後還有它的口感都很有關係。對製茶細節極致講究，讓王勝祥在製茶大賽中嶄露頭角，屢獲全國製茶技術競賽季軍、雙北頭等獎等。其實，身為茶葉第3代的他，一開始根本不打算接家業。那時候我是在做那個鐵件設計公司，在做帷幕包板那些。對。那怎麼會想要回來？因為那時候父親那時候身體不舒服。那時候就是有開刀啊，然後親朋好友一直說，不然我回來幫忙那個爸爸媽媽這樣做，因為畢竟他只有2個人做，其實也蠻開心，因為陸續都有得到一些成績，可能運氣比較好，那時候一回來我就得到那個製茶技術冠軍了。在茶葉中慢慢獲得成就感，儘管製茶時得耐高溫，採茶時得受日曬，他都甘之如飴。從小就蠻喜歡，對製茶蠻喜歡的這樣子。對，其實很累沒有錯，可是你想想看，就是一家子，我們是家庭那個家庭式的農業嘛。你想想看，我們一家人一起辛苦，一起努力，然後還有一些成就，我覺得還蠻開心的這樣子。一晃眼返鄉已經12年了，雖然技術能夠精進，經驗可以累積，但產量卻始終難以突破。差蠻多的啊，像南部一天他們炒的量都大概都400-500啊，或者是將近800這樣。对，他們一天量都是那麼多，我們一天量大概都炒大概100斤左右。其實對我們來講，坪林最困難的點就是因為我們是水源保護區，然後限制蠻多的。像我回來。像我們製茶室你也看到，就是家庭式，其實它蠻小的，我們產量沒辦法增加。對，我們也是希望說，就是政府能看到這一塊，因為它鼓勵青農返鄉，可是呢，它會限制我們。
到這樣子，我們到底要不要回來？受限於水源保護區規範，坪林茶的產量難以擴大，因此王勝祥一方面協助宜蘭、花蓮等茶農契作，同時也將採茶延伸到觀光體驗，並開發包種茶純露。就是茶乾啊，茶乾把它放在這裡面，然後靠水蒸氣蒸餾，就水蒸氣它在下面煮水嘛，它會滾嘛，它要水蒸跑上去之後，透過到這個管子來之後，有沒有靠冷凝？然後把它水蒸氣，然後变成水，然後水滴這樣滴下來這樣子，然後形成我們的純露。对，因為我們才有香氣嘛，只要有香氣就有人做純露嘛。我想說就試試看，反正覺得還不錯，所以就導致變成去研發這個東西這樣。從茶湯到茶香，青農用不同方式讓遊客感受坪林茶魅力，也同時和地方景點串聯成深度旅遊。其實自從雪隧開了以後，其實很多人呢，他可能直接從雪隧就直接到宜蘭去，不再像以前會留在坪林做過境。那這幾年呢，我們慢慢的轉型，我們希望把坪林當做一個目的性的旅遊。文山包種茶有66%是從坪林出去的，所以我很多的茶農都在做茶這件事。但我們希望說，它不是只有做生產這件事，希望它把加工跟後面的觀光能夠結合，變成一條龍的服務。從老街開始，然後串聯我的尾橋，那就是一個文化的部分嘛。然後到茶博館去，然後順便到我的北勢溪的清水步道，到清水吊橋，做大概散步1個小時的旅遊，然後去享受老街的氛圍。面對產量受限和觀光人潮轉變，青農選擇深耕工藝，拓展體驗，讓坪林茶不只停留在杯中，也走進旅人記憶。